他干了2年，被一句绩效不达标当场裁掉。但3天后，全公司炸了，没人解得开加密的财务模型，电话从嘲讽变成哀求。我叫沈静竹，在鼎盛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干了整整2年。周二下午3点，前台小孙探头探脑跑过来，趴在我工位隔板上。静竹姐，刘总监喊你去人事部。我放下手里的报表，站起来。旁边工位的周明摘下一只耳机，冲我挑了挑眉。静竹姐，注意安全。小孙的表情很微妙，嘴角往下压着。我没搭理他，往人事部走。推开门，刘伟强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看到我进来，连站都没站。坐。他慢条斯理地把橘子皮扔进垃圾桶，用湿巾擦了擦手，然后从文件夹里抽出2张纸。沈静竹，公司最近在进行人员优化，你的岗位在调整范围内，这是解约协议，补偿金按 N+1。他把纸推过来，看看，没问题就签了吧。我低头扫了一眼协议，裁员理由那一栏写着绩效未达标。我做了3个核心项目的全套财务模型，上个季度帮公司规避了一笔200万的违约金，绩效未达标，行吧？我拿起笔，翻到最后一页，签了名字。那离职手续今天办完，工资会在月底打到你卡上。我站起来，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刘伟强在后面加了一句：公司养不起闲人，希望你到了下一家能认真做事。我停了一下，没回头。回到工位，我开始收拾东西，东西不多，一盆养了2年的仙人掌，一个保温杯，一盒没拆的牙线。周明凑过来，拍了拍我肩膀：静竹姐，走好啊，以后有机会一起吃个饭。路过茶水间的时候，听到里面2个人在嘀咕：就那个沈静竹啊，被裁了，正常吧，整天也看不出来干了啥。听说是刘总监亲自点的名，那肯定走不了了。刘总监新来的嘛，得立威。到了大堂，保安老张帮我拦了一下门。小林，走了？走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工牌留一下。我低头解下脖子上的工牌，普通职员干了2年，岗位名称没变过。我把工牌递给老张，抱着纸箱走出了公司大门。门外阳光不错，我站在台阶上，抬头看了一眼公司的招牌。我低头看了看手机，通讯录里置顶的名字顾延伸，我老公也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。手指在屏幕上悬了2秒，最后打了一行字发过去：晚上吃啥？3秒后对面回了：你坐。我把手机揣回兜里，抱着仙人掌走了。被裁的第1天，我睡到上午11点自然醒，窗帘没拉，阳光糊了一脸，翻了个身，看到床头柜上的仙人掌，我伸了个懒腰，浑身骨头咔咔响。2年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。下楼买了碗豆浆油条，在小区门口碰到隔壁的王婶儿。王婶，小林啊，今天不上班？调休。你们年轻人就是舒服，天天调休。我笑了笑没接话。回家吃完早饭，打开游戏机，电视屏幕亮起来的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被裁了好像也没那么糟。第2天还是11点起，冰箱空了。我去了趟菜市场，跟卖鱼的大姐砍了10分钟价，最后便宜了2块钱。姑娘，你不用上班啊？我上啊，弹性工作制。那你这弹性也太大了。我拎着鱼和菜回家，把东西塞进冰箱。站在厨房里，我忽然想起来，2年前我为什么要去老公的公司上班。那时候顾延伸刚接手他家的企业，集团旗下10几家子公司，他忙得脚不沾地。我说我去你公司帮你干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写着4个字：你能干啥？我说我学财务的，让我从基层开始，凭自己本事往上走。他拗不过我，答应了，但有个条件，不许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然后我就去了华东分公司，从最底层的财务专员开始干，干了2年，确实没人知道，也确实没人把我当回事儿。晚上8点，顾延伸从国外打来视频电话，我赶紧把游戏暂停，把手柄塞进沙发垫子底下。你怎么在家？居家办公。顾延伸没接话，沉默了几秒。公司文化很宽松的。屏幕里的顾延伸穿着西装，身后是某个海外酒店的行政酒廊。
你们公司最近报表有点问题，你帮我留意一下。好，我盯着呢。他点了点头，又说了几句别的，然后挂了。挂断之后，我从沙发垫子底下掏出手柄，我按下继续键，角色复活，冲进副本。与此同时，公司那边赵副总的侄女赵玲正对着我的电脑发呆，她是来接替我岗位的。今天第一天入职，她双击打开我的工作文件夹，所有文件全部加密。赵玲对着我做的那套财务模型，整整看了2个小时，一行都没看懂。吴总，这个对账模型我看不明白，还有文件密码我打不开，交接文件上写的密码是仙人掌的生日。吴总监盯着他看了5秒。仙人掌有生日。刘伟强被叫过来了，他翻了翻交接文件，沈静竹的交接记录写得很清楚，流程、文件位置、注意事项一项不落。刘伟强，你裁人之前有没有跟各部门确认过岗位重要性？刘伟强有点心虚，但嘴还是硬的。吴总，他就是个普通财务专员，绩效也不达标。是谁评的不达标？刘伟强没接话。下午4点，周明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正在菜市场挑西红柿，他的声音带着一股末日气息。静竹姐 ，A 项目的对账模型打不开，密码是什么？哦，那个啊，你让人事部给我发一份正式的技术咨询函吧，按市场价付费就行。静竹姐，你认真的？我被裁了啊，周明，这不是我的工作了。静竹姐，你别这样，我帮你跟刘总监说说，说不定能。姑娘，今天的鲈鱼新鲜的。卖鱼的大姐冲我喊了一声，那我先挂了。买鱼呢？当天晚上 B 项目的供应商发了一封律师函，吴总监坐在办公室里，额头的青筋像蚯蚓一样突突跳。他找刘伟强谈了一次，具体内容我不知道，但据小孙事后描述，刘伟强从吴总监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脸色跟门口打印纸一个颜色。我在家研究红烧肉的火候，被裁第5天，我在家里终于把红烧肉做出来了，色泽油亮，肥瘦相间。我给自己倒了杯可乐，正准备开吃，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。你是沈静竹吗？我是恒通供应链的孙总。你们 C 项目合同上的付款条款到底谁负责的？违约金条款你们公司没人看过吗？您好，孙总，我已经离职了，这个您得找公司负责人。什么？你离职了？那合同谁管？您打公司前台电话吧。那头骂骂咧咧挂了。我低头看了看我的红烧肉，叹了口气，夹了一块塞嘴里，好吃。公司那边的情况，我后来是从小孙那里听来的，他给我发了一大段语音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静竹姐，我要疯了 ，C 项目炸了。合同里有个隐蔽的阶梯违约金条款，触发条件是逾期超过7个工作日。赵玲接手之后，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。赵副总紧急召开管理层会议，吴总监后来跟我复述过会议的内容。赵副总一拍桌子：“怎么搞的？3个项目全爆了，1个月利润全打水漂。”赵总，这3个项目的核心账务以前都是沈静竹在处理，他走了之后，一个基层小员工能有多大影响？赵总，他搭建的财务模型，目前全公司没有第2个人能操作。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，赵副总转头看他：“刘伟强，你去把他叫回来。”我联系了，他不接电话。你怎么裁的，就怎么给我弄回来。刘伟强硬着头皮打了我的电话。沈静竹，公司经过慎重考虑，鉴于你之前的工作能力，决定给你一个回来的机会。不好意思，我在遛狗。啪，我挂了。柯基抬头看了看我，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。不关你的事儿，你继续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在遛狗。会议室里的气氛，据吴总监形容是这样的：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可以概括为一个字：烈。被裁第7天，我打开手机，未接来电17个，短信若干条，微信消息90多条。我一条一条往下翻，
周明，静竹姐，你是我亲姐，回个电话行吗？小孙，林姐，前台电话被供应商打爆了，我手都在抖。吴总监，小林，你开个价，什么条件都可以谈。刘伟强的消息最有意思。第一条，沈静竹，请配合公司工作交接。第三条，沈静竹同志，公司愿意适当提高补偿方案，希望你考虑。第五条，静竹姐，有事好商量，是我之前态度不好，我跟你道歉。第七条，沈静竹，你是个人就回个信息。第九条，我真的求你了。我把这些消息从头看到尾，然后拿起手柄继续打游戏。晚上8点，顾延伸的视频电话又来了，我看了一眼屏幕，不能不接。你们那个公司最近怎么回事？啥事儿？我看了子公司的月度报表，利润下降了60%，3个核心项目全部停滞，前台接了40多通投诉电话。是吗？那挺严重的。你不在公司？我在家做饭。上班时间做饭？弹性。你要是再跟我说弹性工作之言，你信不信我买明天的机票飞回去？我把面条咽下去，噎了一下。沈静竹，在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把碗放到镜头外面，然后把摄像头转向灶台上的锅。你看这个红烧肉的颜色，我研究了3天。我买明天的机票，你等着。啪，他挂了。我盯着黑掉的屏幕，一口面条堵在喉咙里，坏了，真坏了。我看向窗台上的仙人掌，老伙计，你姐夫要回来了。第二天，顾延伸落地之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来接我。我换了件像样的衣服，开车去了机场。在到达出口等了半小时，顾延伸拖着行李箱出来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换了身衣服，这不是回家的打扮，这是上战场的打扮。上车之后，车里安静了10几秒，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：“你最近瘦了。”吃的挺好的，可能是运动多了。你运动？我每天遛狗。你什么时候养的狗？他转头看我，目光能在我脸上钻孔。邻居家的，帮忙遛的。顾延伸的眼神已经开始变了，一旦他觉得不对劲，下一步就是查到底。你先回家休息一天嘛，飞了10几个小时。明天我去公司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跟他在董事会上一模一样，不容反驳。我闭了嘴。回到家，他提着箱子直接进了书房。月报、项目、裁员名单，明天早上一并送到我桌上。我站在书房门口，看着紧闭的门，低头看了看手机，打开公司的员工群。是的，我被裁了，但群还没踢我。姐妹们，明天董事长亲自来视察。完了！所有人加班，报表重新核对，汇报材料今晚发我，保持正常工作状态，不要慌张，配合好董事长的视察工作。你说董事长会不会查裁员的事儿？沈静竹那个事儿，我现在想想心里有点发毛。看到一条周明私聊群里的消息，他发错群了。这条消息在群里挂了40秒才被他撤回，但所有该看到的人都看到了。我退出群聊，关了手机，走到厨房开始切菜。仙人掌在窗台上，我看了他一眼。明天啊，有好戏看。顾延伸到公司那天，我没去，我待在家里。顾总，欢迎回来视察。不用排队，散了吧。他连看都没看他们，直接上了电梯。吴总监后来告诉我，顾延伸到了财务部之后，整整2个小时没说一句话。他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，面前摊着3个项目的全部资料。A 项目的财务模型文档，文档上标注着创建人的姓名沈静竹。B 项目的供应商对接记录，对接人姓名，负责人还是沈静竹。3个核心项目，所有的底层搭建，所有的执行细节，全部指向同一个人。吴总监，到。这3个项目的核心数据模型是谁搭建的？是一个叫沈静竹的员工。吴总监注意到顾延伸握资料的手指收紧了一下，然后松开。他人呢？他上个月被裁了。裁了？只有半度。但吴总监说他听出来了，那不是疑问，是确认。谁裁的？人事部执行的，赵总批的。把裁员名单拿过来。5分钟后，刘伟强亲自把名单送进了会议室。
我递材料的时候，手抖得跟筛子一样，但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儿，毕竟只是裁了个小员工。顾延伸翻到沈静竹那一页，名字沈静竹，绩效未达标，工作散漫赵志明，执行人刘伟强。顾延伸盯着那页纸看了3秒，1秒、2秒、3秒，然后他把文件夹合上了，动作很轻，没有摔，没有拍，就是正常的合上。但吴总监说，后脊梁发凉，因为顾延伸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完全没有。顾延伸真正发火的时候，脸上是没有表情的。谁能告诉我，他开口了，声音很平，一个搭建了3个核心项目财务体系的人，绩效是怎么不打支的？没有人说话。刘伟强的膝盖开始发软，赵副总的嘴唇动了动，又闭上了。吴总监低着头。顾延伸扫了一圈所有人。管理层会议室，现在。管理层全部到齐，刘伟强、赵副总、吴总监以及其他几个部门负责人围坐在会议桌旁，没人敢说话。顾延伸坐在主位上，翻开了裁员名单。刘伟强。刘伟强弹了一下，站了起来。到。沈静竹的裁员是你执行的？是按照正常的优化流程。什么正常流程？顾延伸的语速不快，但最近字都砸在刘伟强的脑门上。告诉我，什么正常流程允许你裁掉一个核心岗位的负责人，并且不安排任何有效的交接？我不知道它那么重要。你不知道？顾延伸把一张表拍在桌上。你是人事总监，连公司哪些岗位是核心都搞不清楚，那你的 KPI 考核写的是什么？部门聚餐？刘伟强的脸从白变红，又从红变白。顾总，当时是综合评估的结果，沈静竹的绩效确实……我看过考评表了，沈静竹的直属上级吴总监给他的评分是 A 级，到了你手上变成了 D 级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这个别岗位的评估我做了调整，是出于全局考虑。什么全局？你把他裁掉之后，他的岗位给了谁？这句话一出来，会议室里的温度又降了3度。刘伟强的嘴唇哆嗦了一下，顾延伸看着他。刘伟强，接替沈清竹岗位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刘伟强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赵林。赵林，跟赵总什么关系？侄女。顾延伸靠回椅背，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所有人的心跳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他拨了一个号，开了免提。喂，我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。你在干嘛？打游戏啊，不在看财务报表。会议室里有人差点笑出声，但立刻咬住了嘴唇。顾延伸闭了一下眼。沈静竹，你被公司裁了这件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顾延伸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怕你回来折腾。你现在是不是正在折腾？顾延深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挂了电话，抬头看着会议室里所有人。有件事，我觉得有必要让你们知道，沈静竹是我老婆。安静，彻底的安静。刘伟强的表情卡在了脸上，嘴巴张着，合不拢。赵副总手里的笔掉在了桌上，弹了2下，滚到地上。他没捡。吴总监猛地站了起来，把自己的椅子带翻了，咣当一声。小孙站在会议室门口，他是端水进来的，杯子里的水已经洒了一半在托盘上。后来小孙跟我说，周明当时就站在门外面。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后背撞在了墙上，两眼放空。走好啊，静竹姐。走了就走了，一个摸鱼的。他那一刻把过去2年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刘伟强是会议室里第一个出声的人。不可能。顾延伸看了他一眼，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，放大转过去，让所有人看结婚证。上面2张照片，一个是顾延伸，一个是我登记日期。3年前，刘伟强的腿终于撑不住了，他扶着桌沿慢慢坐了下去。赵副总的脸已经不能用白来形容了，那是一种灰，从领带到脸颊到额头全是灰的。
顾延伸把手机收回去，环顾了一圈所有人，没有再说话，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在脑子里自动回放了一遍自己过去2年对沈静竹做过的事、说过的话。清算从刘伟强开始，顾延伸翻开了一叠材料。刘伟强，你入职以来以优化为名义，先后裁撤了6名员工。这6个人的岗位后来分别由谁接替？我让人查过了，3个是你的亲戚，2个是你以前的同事，还有1个是赵总推荐的。刘伟强整个人在发抖。顾总，那些都是正常的招聘流程。招聘流程？你表弟入职3天，连考勤系统都没搞明白，这叫正常？刘伟强张了张嘴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你不是因为沈静竹绩效不达标才裁他的，你是为了给你的人腾位置。他只是恰好坐在你想安排的那把椅子上。顾总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您。就算他不是我老婆，一个搭建了整个财务系统的核心员工，你为了塞一个自己的亲戚进来就把人家裁了，这件事儿跟他是不是我老婆有关系吗？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，刘伟强哭出了声。赵总，裁员名单你签的字，你盖的章，你自己说说这份名单是怎么过你手的？顾总，当时的情况是刘伟强提交了报告，我做了审批，但具体的人员甄别你没有深入了解就签了字，3个核心项目的负责人你都不认识，你在管什么？我管理的层面比较宏观，你宏观给我看看，项目停摆的损失你打算怎么承担？赵副总闭嘴了，他低着头，手指绞在一起。第一，刘伟强即刻解除劳动合同，裁员期间违规操作的部分，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刘伟强的身体晃了一下，小孙赶紧上前扶了他一把。第二，赵志明停止审查，裁员审批失职的责任，后续由集团纪检部门介入调查。赵副总的嘴唇动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点了一下头。第三，在裁员过程中存在落井下石行为的人，通报批评，记录在案。具体名单我会让吴总监整理。周明站在门外，听到这一句的时候，右手不由自主地按住了自己的胸口。他的名字一定在那份名单上，他非常确定。刘伟强被请出了会议室，他走的时候路过门口，看到了周明。周明低着头，不敢看他，也不敢看任何人。刘伟强被带到人事部，另一个人事专员递给了他解约协议，同一张桌子，同一个位置。2周前，他就是在这张桌子后面翘着2郎腿，一边剥橘子，一边让我签字。现在轮到他了。他签完之后站起来，最后看了一眼办公室，嗓子里挤出一句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他提着包走了。经过大堂的时候，保安老张帮他挡了一下旋转门。刘总监犹豫了一下，说了句：“走好啊。”刘伟强的脚步顿了一下，然后加快了速度，头也没回走了。顾延伸到家的时候，我正在厨房切菜。他站在厨房门口，我背对着他，假装没听到脚步声。沈静竹，转过来。我慢慢转身，手里还攥着半根胡萝卜。你被公司裁了1个月，你1个字都不告诉我。你在国外忙大项目呢，这点小事不想让你分心。小事？3个核心项目全停了，供应商堵门催款，分公司月利润跌了60%，你管这叫小事？那也不至于让你飞回来。沈静竹，在。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你名字出现在裁员名单上的时候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我没说话。我想把那张纸撕了。他的声音突然轻了。但我还得在那么多人面前忍住。顾延伸走过来。下次再有这种事儿，不会有下次了。怎么？我不去上班了。
我发现当家庭主妇很有前途。你做梦！他绕过我，打开锅盖，看了一眼里面的汤。下周一你回公司。我不。你选一个，回公司当财务总监，或者我把你的游戏机从7楼扔下去。我看了看客厅里的游戏机，又看了看窗户7楼。7楼。几点上班？9点。我8点45到行不行？给自己留15分钟缓冲。缓冲什么？摸鱼。顾延伸憋了几秒，嘴角还是翘了一下。手机响了，周明发来的微信：清静竹姐，听说您下周回来上班。那个，我之前说过的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打了几个字发过去，什么话？我记性不好。对面沉默了10秒，然后连发了8个感叹号。静竹姐。我笑了一下，把手机扔到沙发上，回到厨房。顾延伸正在帮我切菜，你去歇着，我来。我站在他旁边，接过菜刀，他擦了擦手没走。2年了。你在那个位子上坐了2年，没一个人知道你是谁。有人知道啊？谁？保安老张。我走的那天，他帮我拿了纸箱。顾延伸的肩膀抖了一下，不确定是被气的还是被逗的。我把红烧肉端上桌，色泽油亮，颤巍巍的，用了3天研究出来的火候。顾延伸尝了一口，没说话，又夹了一块。好吃吗？一般。我看着他吃了第3块。一般是吧？他没理我。窗台上的仙人掌安安静静蹲着，小崽子又长大了一点。我看着他，然后又看了看旁边吃红烧肉的人。公司的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刘伟强走了，赵副总停职了，岗位上的窟窿总得有人填。我下周就得回去。说真的，我不太情愿。在家的这1个月，是我这2年来过得最松快的日子，但没办法，老公把话撂下了，游戏机的命比我的更重要一些。而且说到底，那3个项目的模型确实只有我能修，是我搭的，密码也在我脑子里。仙人掌的生日7月15号，那天我把它从公司花卉市场抱回来的。谁能想到一盆2块钱的仙人掌会成为价值几千万的密码呢？我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路灯。当初说要凭自己的本事，本事嘛，是有一点的，只不过这份本事没被人看到而已。也可能是我藏得太好了，下次低调这件事儿适可而止吧。手机又响了，小孙发来的消息：林姐，我帮您把工牌重新做了一张，上面职位写的是财务总监，您看行吗？我回了他一句：工牌上能不能加个特殊备注？加什么？我回了他一句：注明本人与董事长的关系，免得以后再出误会。小孙秒回：林姐您别，我今晚还想睡着觉。我把手机放下。顾延伸已经吃完了红烧肉，整盘一般的红烧肉让他一口不剩的吃完了。他打了个饱嗝，然后看了我一眼。感谢什么？感谢第1名也不是。明天陪我回公司，把你的东西搬回去。我叹了口气，行。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？那盆仙人掌的工位得给我留着。顾延伸看了看我，给你留着，连仙人掌的工牌也给你做一张。得嘞，2年的小透明生涯就这么结束了。下周一开始，我不再是打杂的了，我是财务总监沈静竹。顺便一提，老板的老婆。希望各位同事以后多多关照。
尤其是那些还欠我一句道歉的。不急，慢慢来，我等得起。周一早上8点45分，我站在公司楼下，抬头看着那块招牌“鼎盛集团华东分公司”。阳光打在玻璃幕墙上，晃得人眼睛疼。2周前，我抱着仙人掌从这扇门走出去的时候，可没想过这么快就得回来。紧张？我紧张什么？我是怕你那些员工紧张。他嘴角动了一下，没接话。集大堂里已经站了不少人，吴总监带队，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在。吴总监的视线越过顾延伸的肩膀，精准地落在我身上。他张了张嘴，那嘴型我认出来了，林总监3个字。我冲他点了一下头，脚步没慢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瞥了一眼大堂里的其他人，有的人在发愣，有的人在低头看手机，还有几个刚入职的新人完全没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最精彩的是周明，他站在电梯口的柱子旁边，整个人缩着肩膀，眼神躲闪。电梯上行，顾延伸站在我旁边，突然开口：“你工牌。”我低头从包里翻出小孙新做的工茶挂上，塑料卡片上印着我的证件照，旁边职位内行写着财务总监4个字。我看了2秒，有点不真实，上面漏了一行字。顾延伸转过头看我：“你最好别写。”电梯到了财务部那层，门开的瞬间，我听到了此起彼伏的键盘声、电话铃声、打印机运转声，一切看起来和2周前没有任何区别。我走到自己的工位，工位上干干净净，电脑、文件盒、仙人掌，它已经被人从窗台搬回来，端端正正摆在显示器旁边。我伸手摸了一下花盆边缘，上面贴着一张便利贴，字迹是小孙的，林姐给他浇过水了。我坐下来，对面的周明整个人僵在椅子上，目光死死盯着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缓慢而机械地敲着，像是在打一段他根本不知道内容的文档。我打开电脑，屏幕亮起来的瞬间，邮箱弹出了200多封未读邮件。我还没来得及看第1封，旁边就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之前您被裁那天我说的话，我写了检讨书，还有这个，我请了全组人喝咖啡，就当我以前狗眼看人低，对不起。”信封上写着“致沈静竹总监”，字迹工整，明显写了不止1遍。我看了看信封，又看了看他，他的手在抖。咖啡呢？什么？你请全组喝咖啡，我的那份呢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猛地转身冲向茶水间，差点撞翻小孙手里的托盘。30秒后，他端着一杯热美式回来，杯子外面还贴着一颗手绘的爱心。我接过咖啡，喝了一口烫，但味道还行。检讨书不用了，以后干活认真点。周明站直了，用力点头，幅度大的差点把脖子闪了。他回到工位坐下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长长的呼了一口气，整个人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小块。上午10点，林总监，方便来一下会议室吗？有些交接资料需要您过目。会议室里已经坐了2个人，一个是我认识的财务部老员工赵姐，另一个很面生，20出头，扎着马尾辫，看见我进来立刻站起来，鞠了一个接近90度的躬。林总监好，我是新来的财务专员孙晓。之前接替您岗位的是我表姐赵琳，我不是她介绍来的，我是正经考进来的。他语速极快，像是在背诵一篇提前写好的自白书。吴总监在旁边咳嗽了一声，我拉开椅子坐下，看着孙晓：“你入职多久了？3天。学过基础财务模型吗？学过，学校教过。那行 ，A 项目的对账模型你看过吗？看过，但是有好多逻辑我不太清楚。那正好，这个给你，回去对照着模型看，不明白的来找我。”孙晓接过那张纸，低头看了2秒。这个逻辑是这个意思，原来是这样。去吧。他抱着文件夹站起来，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林总监，我表姐的事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。他松了口气，推门出去了。吴总监坐在我对面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，表情复杂。林总监，之前您在公司的这2年，我很抱歉。道什么歉？你给我的绩效不是 A 吗？但我在刘伟强调整您评级的时候没有站出来，作为您的直属上级，这是失职。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吴总，过去的事儿翻篇了，现在咱们聊聊 B 项目那笔预送货款怎么追。好，这个上午过得比我想象中快，整理了 A 模型的移交文档，
梳理了 B 项目的供应商对账清单，中间接了4个催款电话，比我被裁那2周少了一大半，说明顾延伸上周那趟视察确实把一拨人吓老实了。12点10分，我伸了个懒腰，准备去食堂。走到电梯口的时候，我听见茶水间里有人在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茶水间的墙实在太薄。你说她真的是老板娘，那之前怎么被裁了？演戏呗，有钱人的情趣你不懂。那刘总监也太惨了，刚裁了老板娘就被开了。嘘，别说了，他过来了。我脚步没停，从茶水间门口走过去，目不斜视。我按下电梯按钮，门开了。进去之后，我靠在胶箱壁上，看着反射在金属面板上自己的脸情趣，我可没那份闲心。但话说回来，他们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吧，反正从今天开始，我说的话算数就行。下午2点，集团纪检部门的2个人来了分公司，他们直接去了赵副总的办公室，门关了整整2个小时。办公室里偶尔传出来说话声，但隔着门听不清具体内容。小孙期间送了2回茶进去，出来之后表情严肃，什么也没说。2个小时后，赵副总提着一个纸箱从办公室出来，箱子里装着他的茶杯、相框、几本管理学的书。他走到电梯口的时候，我正好从财务部出来接水，四目相对。他站在电梯前面，纸箱抱在胸前，头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。林总监，赵总，我没想到。你没想到的事儿可能还有不少。他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电梯到了，他跨进去，背对着我，肩膀塌了一点点，门合上了。我看着楼层数字从6降到-1，然后转身回了办公室。晚上7点，所有人走得差不多了，我才关电脑准备下班。走到大堂的时候，保安老张正在值班台后面整理访客登记本。老张，小林，不是林总监，就叫我小林。那可不行，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你是谁了，我再叫你小林，老板该有意见了。老板没这么小气。对了，我那盆仙人掌当初是你帮我搬回来的。他笑了笑，没承认也没否认。我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台上，红烧肉，今天中午做的，你拿回去尝尝。他打开纸袋看了一眼，油亮的肉块还在冒热气。他愣住了，抬头看了我半天。小林啊，走了。我转身往外走，身后传来他的声音，轻轻一声谢谢。回到家的时候，顾延伸已经在了。他今天去了总部，西装还没来得及换，正靠在沙发上翻一份文件。怎么样？第一天还行，你那边查的怎么样？赵志明的审批记录问题不小，不仅是你这件事儿，前2年还有4笔采购合同的审批也有疑点。纪检那边还在查。我换了拖鞋走到厨房倒水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把文件合上，终于抬起头看我。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刘伟强的事儿我已经让人查了，他在职期间通过亲属关系安排入职的名单比他交代的还要多，这已经不是内部流程问题了。我端着水杯走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。所以你这是清理门户？算不上，我只是不喜欢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出乱子。沈静竹，你今天在公司感觉怎么样？我想了想，刚开始不太习惯，以前没人看我，现在所有人都在看我，压力大。习惯就好。你当初让我隐姓埋名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没想过会有今天？他没回答，但我看到他的手指在文件封面上轻轻敲了2下。想过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窗外的城市灯火一盏接一盏亮起来，我把杯子放在茶几上，看了一眼窗台，仙人掌还在那里，小崽子又冒了一点绿尖。明天还有一整天的会等着我，但我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。第2周，我每天早上8点45到公司，比规定时间晚15分钟。周3早上我到工位的时候，电脑屏幕上贴了一张便利贴，是孙晓的字迹。林总监 A 模型的核心逻辑我推通了一半，但交叉验证节点还有2个没搞懂。中午能问您吗？我撕下便利贴，翻了翻手边他昨天交的工作日志，写得相当仔细，每一个步骤都标注了推理过程。虽然有些地方理解偏了，但方向是对的。我拿起笔，在便利贴背面写了一行字：中午12点半，会议室带上你的计算器。把便利贴贴回他显示器上。10点，集团总部发来一份跨部门协作通知，内容是鼎盛集团要启动一个年度战略项目，整合旗下7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，
建立一套统一的预算管理平台。项目总负责人顾延伸，财务端执行负责人赫然写着沈静竹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5秒，7家子公司的数据整合，这意味着接下来至少3个月，我需要跑遍集团所有分公司，对接7个不同的财务团队，工作量比我过去2年加起来还大。消息传得比光速还快，10点1刻，我的微信就炸了。几个完全不认识的分公司财务主管发了好友申请，备注清一色是林总监您好，我是 XX 分公司财务部 XXX， 以后多多指教。赵姐过来送报表的时候，脚步明显比平时快，放下文件就走了。临走回头看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你终于要干大事了的欣慰。林总监，那个集团那个项目需要人手不？你 Excel 导函数学会了吗？哦，我上周报了广课，学了12节了。等我把项目框架搭出来，需要人手的时候叫你。好嘞。他一溜烟跑回座位，开始对着电脑敲键盘。我瞥了一眼他的屏幕，是课程网站的习题页面。他居然真在学。同天下午 ，B 项目的供应商派了一个新代表来公司谈判。之前的对接人在刘伟强被开之后主动请辞了，来的是个30出头的男人，姓方，名片上印着高级客户经理。他被请进了会议室，我和吴总监一起去的。离谈判桌两边坐下，方经理先把律师函复印件摆在桌上，然后开口：林总监、吴总 ，B 项目的货款逾期已经超过3周了。按照合同条款，贵公司需要支付本金加违约金，一共630万。如果今天之内不能给一个明确的付款方案，我们只能启动后续程序。方经理，我核对了一下合同条款，你们的付款触发条件需要满足3个节点，目前只达到了2个，第3个节点的确认函我们没有收到。按照合同第12条第5款的规定，违约金条款必须3个节点全部触发才能生效。方经理愣了一下，接过表格低头看了半分钟，最后把表格收起来，抬头时语气温和了至少2个度。林总监对合同很熟悉，这是我的工作。那关于货款支付安排，您有什么建议？本金在本月底之前全部付清。违约金部分，因为条款触发存在争议，我建议我们各退一步，按合同标的的3%协商结算。方经理沉默了一会儿，伸出手，成交。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林总监，之前跟您打电话的孙总，他是我的前任，他让我带句话，说上次电话里他语气不太好，他道歉。没事儿，让他下次买鱼的时候给便宜点就行。方经理的表情复杂的走了。吴总监送走他之后，回到会议室把门关上，看着我笑了好半天。小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合同从签下来到现在将近1年，没有人发现那个条款的触发节点有问题。你们看合同只看主条款，不看附录，附录才是挖坑的地方。所以那批货款的违约金本来就不该付，他们也知道自己站不住脚，派了个态度好的来，就是试探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漏洞。吴总监摇着头笑了一声，走了。晚上开视频会，顾延伸坐在总部办公室那头，屏幕里的他眉间有一道浅浅的竖纹，那是他高强度工作室的标志。今天见供应商了？见了。B 项目的违约金压到3%了。不错。他停了一下。不过我今天找你不是说这个。集团那个预算平台项目，7家子公司的对接工作，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忙不过来，我需要2个人，一个帮我对接数据，一个帮我跑现场。名字？孙晓，财务部新来的，基础不错。还有一个周明。顾延伸的眉毛动了一下。就是你被裁那天拍你肩膀说走好的那个。你连这个都知道？小孙跟我汇报的。你确定用他？他最近在补课，态度还行，人不够的时候不能挑太细。顾延伸靠在椅背上看了我2秒，点了下头。你决定？视频挂断后，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7家子公司的数据架构图，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画着连接线。这家用 ERP， 那家用自研系统，还有一家据说连固定资产台账都是 Excel 手填的。我睁开眼，盯着天花板。周5下午，公司开全员会，顾延伸没来，来的是吴总监和集团总部的一个项目经理。项目经理姓何，35、6岁，戴一副细框眼镜，西装剪裁很讲究。散会之后，何经理走到我工位旁边。林总监，听说你是这个项目的财务端负责人？是我。那有些技术细节我想跟你对齐。这个接口的对接方案，我看了你们分公司的系统文档，跟总部的标准 API 不一致。你之前搭建的财务模型用的什么协议？何经理，那张图是2年前的版本。去年10月我们分公司已经做了一次底层升级，标准 API 代接没有问题。
你要看最新的技术文档吗？升级的是，我这边没有收到备案。那可能是流程上的失漏，文档在我这里，我发给你。我从邮箱里调出一份 PDF， 点了转发。谢谢林总监，后续对接我会直接联系你。随时。他转身走了，步子不快不慢，鞋跟敲在地砖上的声音稳定而精准。赵姐从旁边探过头来，压低声音。这个何经理上周在总部跟好几个人开会都冷着脸，怎么跟你说话的时候感觉还挺客气的？可能因为我给他看的东西比他预象的多。林总监，你的意思是得让这种人觉得你比他知道的多，他就不会跟你杠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本来就要比他知道的多。周明若有所思地缩了回去，隔壁传来他翻书的声音，伴着一声小声的原来如此。林总监，我明天周末能来公司加班吗？还有2个节点我想再推一遍。周末加什么班？回去休息。可是我模型带回去推不通的给我发微信，我看到了回你。他用力点头，跑回工位收拾东西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又转回来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纸袋放在我桌上。这个我家自己做的桂花糕，我奶奶做的，您尝尝。我低头看了一眼纸袋，谢谢，替我谢谢奶奶。她笑得眼睛弯起来，转身跑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把桂花糕拆开摆在盘子里。顾延生从书房出来看了一眼，捏了一块放嘴里，还行，不太甜。你嘴里还有还行以外的词吗？有。下周要去3家子公司跑现场，你一个人去还是带人？带孙晓。行。他走进厨房倒了杯水，然后站在门口回头看我。那你周末好好休息，下周可能比这周忙得多。我知道，不过忙点也好，闲下来容易被人觉得该被踩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，端着水回书房了。第3周出差，第1站是临市的鼎盛建材公司。早上6点半的高铁，我带着孙晓。这家子公司的财务系统用的是哪家的？自研的老系统，开发的人5年前就走了，后续全是运维在硬撑，数据口径跟集团标准差异很大。孙晓的表情严肃起来，他把包子咽下去，翻开笔记本，开始画结构图。上了高铁，他靠窗坐着，笔没停过。这个4段的含义要是能对齐，那这个节点就得改。不对，不改节点就得改录入规则。到站的时候，建材公司的财务总监姓孙，40多岁，精瘦，在门口接我们的时候，脸上挂着标准化的笑容。林总监，孙专员，欢迎欢迎。我们的系统确实比较老，数据导出可能要费点功夫，您多担待。没事儿。孙总，先带我看看底层数据库的字段结构。数据库的字段结构，这个可能得找运维那边。运维的人现在方便吗？小周，把数据库字段文档调出来给林总监看一下。小周是个20出头的男孩，戴一副圆框眼镜。他打开电脑翻了半天，屏幕上弹出10几个文件夹，他一个个点开找，额头开始冒汗。孙总，字段文档好像没有归纳到一个文件里。那就把所有表的结构导出来。小周看了孙总一眼，孙总点了点头。小周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了1分钟，屏幕中央缓缓吐出一份导出的结构表。我拉过椅子坐下，开始看。5分钟、10分钟，办公室的人来来往往，打印声、电话声、翻文件声混在一起。20分钟后，我站起来。孙总，你们有3张表的数据格式跟其他表不一致。入库当表的日期阶段用的是文本格式，出货当表用的是日期格式，库存表用的是数值格式，3个格式，每次数据同步都要手工转换1次。孙总的表情精彩的像被翻了个个儿。这是当时开发的人留的问题。所以你们每个月对账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得人工跑一遍转换流程？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女员工脱口而出：我们每个月月底都加班对数据对到半夜。孙总一个眼风扫过去，那女员工噤了声。孙总，这个问题的成本是每个月至少不要多花30工时。统一预算平台上线之后，如果底层数据格式不统一，你这边对出来的数跟集团对数对不上，很好，到时候麻烦更大。孙总沉默了一会儿，把茶杯放下。林总监，那您说怎么改？把3张表的日期字段统一成一种格式，从下个月开始执行。我帮你写一个转换脚本，以后数据导出的时候自动跑一遍。您帮我们写脚本？我写了，
你们运维照着部署就行，你记一下。回酒店我把脚本框架给你，你完善一下细节。孙晓奋笔疾书，下午3点，建材公司的底层数据梳理完毕。临走的时候，孙总送我们到电梯口，表情已经比上午松弛了许多。林总监，没想到您对我们系统的问题这么清楚。你们系统的问题写在每个月上报的报表里，只要有人看，就能看出来。电梯门合上之前，我看到孙总站在原地，伸手摸了一下后脑勺。回酒店的路上，孙晓走在我旁边，步子比上午轻快。林总监，您怎么知道他们那3张表核实不一致？因为他们在上报数据的时候，库存表的数据总比出库表多0.几，差的不多，但每个月都差，说明不是偶然错误，是系统性问题。孙晓停了下来，站在原地看了我2秒。第3天晚上回程高铁上，孙晓靠窗睡着了，笔记本摊在小桌板上，最后一页写着5个字：林总监好强。我伸手轻轻把笔记本合上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村庄。3天跑了2个城市，3家子公司。孙晓的微信部署每天2万起步，我的手机相册里全是各种系统的截图和字段表照片，笔记本上的东西比我来的时候多了3倍。进家门的时候是晚上9点半，顾延伸不在客厅，书房的灯亮着。我走过去敲了一下门，里面传来一声进。他坐在电脑后面，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代码和表格。看到我进来，他的视线从屏幕移开，在我脸上停了一下。瘦了。3天跑了3个地方，能不瘦吗？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，伸手在我肩膀上捏了一下。下周别排这么紧。下周2、3、4还要跑另外3家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嘛？视察。是视察还是给我当司机？前者。他说完转身走回电脑前面。去吃饭，冰箱里有菜，自己热。你吃了？吃过了。我走到厨房，打开冰箱，里面放着2盒保鲜盒，一盒是青菜炒肉片，一盒是米饭。保鲜盒上贴了一张便利贴，字迹是顾延伸的，周2做的，能吃。我端着保鲜盒靠在厨房台面上，看着窗外，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。我低头扒了一口饭，温的，他做的比我做的淡一点。我吃完把保鲜盒洗了，走到书房门口，看到他还在电脑前面，侧脸的线条在屏幕光里显得比平时柔和一点点。顾延伸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上个月，你在家研究红烧肉那几天，我看了几个视频。哦，那以后你做饭。他打字的手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打字。窗台上的仙人掌在月光里投下一个小小的影子。第4周，继续出差。这一站的子公司是做商贸的，财务系统倒是标准的 ERP， 但是数据质量差得离谱。库存台账里，同一批货能在3个不同的分类里各出现1次。林总监，这个报告是我们公司的。是，您说的对。这些数据问题我们内部都知道，但没人把它当回事儿。每次开会对账都对不上，大家就说是系统误差。系统误差哪有这么大？系统不背这个锅，先拉一个基础数据清洗计划，把客户名、物料编码、分类字调全部统一。我这边有一个清洗模板，你们照着做就行。陈总监接过我递过去的 U 盘，看了我一眼。林总监，说实话，集团这个整合项目下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在想，又来一个走过场的。现在看来，好像不是。走不走场取决于你们自己想不想改。从商贸公司出来的那个下午，阳光很好。林总监，这个模板我想今天晚上提前跑一遍，看看我们分公司的数据有没有类似的问题。可以，跑完把结果发给我。他用力点头，步子更快了。第2天早上到了电子公司，接我们的是财务总监邱明，5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但梳得很服帖。林总监，欢迎。邱总，我过来就是看看到底差别有多大。他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种年轻人你不知道水有多深的意味。他带着我进了财务办公室，打开系统给我看。我站在电脑前面看了10分钟，他坐在旁边，手指悠闲地敲着桌面。看完之后，我转头看他，邱总，这个系统虽然版本老，但它的底层数据结构其实很规范，比国内很多新系统都规整。问题不在系统，
在录入端。录入端，你们的采购单和入户单是2个人录的，采购单的物料编码用的是一套规则，入户史用的是另一套，两边各自为止，所以系统再规范，数据也对不上。你怎么知道是录入端的问题？因为你系统的字段命名极其严谨，这显然是一个架构师做的，但数据里有大量重复和格式错误，这些错误有规律，集中在采购和入户2个模块，说明录入的人没有按照系统规则操作。秋明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我补充了一句，解决办法也简单，把采购端和入户端的编码规则统一，1个月之内数据质量就能提升60%以上。林总监，你多大？27。我干了18年财务，这个系统我用了13年。你是第一个在10分钟之内就说出问题根源的人。喝口茶，咱们慢慢聊。晚上回到酒店，我给顾延伸发了条消息，搞定了。秋明没跟你杠？杠了，然后认了。我说了，你搞不定就叫我。我搞定了。明天回？周5回。晚上吃什么？你猜。周5下午回到公司，坐在自己工位上的时候，我扫了一眼桌上攒了5天的便利贴和各种文件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林总监，这周积的这些付款单需要您签字。我翻开第1张，是笔供应商预付款，金额不大，签字栏空着。我拿起笔签了。下午3点，何经理从总部打来电话。林总监，我看你这一周跑了好几个子公司，进展怎么样？建材公司的底层数据梳理完了，物流公司的流程改造方案已经发给对方，商贸公司的数据清洗计划在推进，电子公司的录入端问题下个月开始整改。你4天跑了4家？4家。我在总部负责这个项目的前期推进2个月了，对接了6家子公司，每家都跟我说没问题，我们配合。你跑了1周，拿到的有效信息比我还多。可能因为我直接去看他们的数据库了。林总监，下周总部有个项目协调会，你来参加吧。有些决策需要你在场。什么时间？周3上午。我挂了电话，在日历上添了一笔备注。5点半，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路过茶水间的时候，里面一如既往的有人在说话。听说他这周跑了4家子公司，每家的数据问题全被他找出来了。秋明你都认识吧？就那个谁来都冷着脸的老财务总监。据说他去了10分钟，秋明把自个儿的茶给他倒了。你信不信再过2个月他得升到总部去？她不是老板娘吗？升不升有什么区别？你傻呀，老板娘和财务总监能一样？老板娘是挂名，财务总监是有实权的。你以为他之前干了2年是在摸油，人家是把整个盘子都摸了一遍。声音越来越远，我脚步没停，走出了公司大门。晚风迎面吹过来，混着路边烧烤摊的味道和初夏特有的那种暖烘烘的植物气息。手机响了。到哪儿了？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云层被落日染成橘红色。快到家了。今天做了清蒸鱼。你做的？不然呢？我笑了一下，加快脚步往家的方向走。